关注最新资讯，把握经济脉搏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小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主要内容：4月25日，杭州2022年首场集中供地，共计60宗土地卖出827亿，首现流拍。楼市成交量越来越低，房价不涨，大量业主新房楼盘维权，房贷利率6连涨，房价和房租下跌的逻辑完全不同。4月25日接近晚上10点。绿城地产击败滨江集团，以30.5亿的价格拿下余杭区良渚新城金昌路南地块，为杭州2022年首场集中供地画上句号。此次杭州集中供地可以说是今年以来热度较高的一场土拍。按照出让规则，此次土拍分为2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为房企线上报价，溢价未达到10%的地块价高者得，溢价达到10%的地块则会进入线下一次性报价阶段。报价2%封顶，由次高者竞得地块。若多家房企报价为次高价，还需进行摇号。今年的首场集中供地，杭州推出共计60宗土地，其中包含2宗安置房地块，其余均为纯宅地或社宅用地。前后鏖战9个多小时后，杭州2022年首场集中供地宣告收官，总成交额826.75亿元，为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城市。一直以来，房企都对杭州土地市场保持着极高的热情。早上8点30分，线上报价开始，房企们就显得十分积极。不到2个小时，60宗地块的报价全部结束，36宗地块直接成交，23宗地块等待线下一次性报价。从报价结果来看，尽管杭州土地市场的表现与北京、武汉、长沙、宁波等城市相比更胜一筹，但与去年杭州集中供地做比较，此次土拍的表现实际并不算突出。有媒体做了一项数据对比，从报价封顶的地块数量占比来看，23宗地块占出让地块总数的39.6%，而去年杭州第3批集中供地时，报价封顶的地块数量占比为71%，数据出现明显下滑。并且此次杭州集中供地中有超40%地块一轮游，市场有了明显的分化现象。上午成交的36宗地块中，有25宗地块以底价成交，占本批次所有地块的43%，并且一轮游地块多出现在杭州非核心板块。例如此次礼安区共上架4宗地块，无一例外全部以底价成交。越秀一家房企包揽了3宗地块，礼安本土房企新都拿下1宗。再如临平区共推出10宗社宅地块，但只有临平北2宗地块的报价触及封顶线。反观萧山区，竞争就要激烈许多。土拍资料显示，萧山区共有16宗社宅地块出让，其中位于奥体板块的1宗宅地吸引了30余家房企报名，2宗名为未来总部社区启动区块地块亦有超过20家房企报名参拍，半数地块进入线下一次性报价。此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一次的土拍中，出现了杭州集中供地以来第1宗流拍地块。该地块位于临平区乔司板块，周边临近高架、厂房等，或因地理站位和环境均存在瑕疵，该地块未能获得房企报价。媒体用由热转为一词来形容杭州2022年首次集中供地，其认为导致市场分化、成交降温的主要原因有2点。一是本轮供地主城4区地块占比仅25%，地块区位、质素及利润空间所下降；二是市场持续下行，房企现金流普遍趋紧，导致行业整体预期变弱。行业下行、房企资金紧张的环境下，危机与机遇是同时存在的。虽然大多数房企，尤其是民企资金紧张局面并未缓解，但近期政策暖风频吹，各地土拍门槛放宽，地价下调，限价提升，拿地利润空间提升，加之参拍的房企数量相比去年上半年的火热时期大幅减少，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有所降低。对部分房企来说，现在反是拿地的好时机。当下政策面已经十分明朗，市场尚未进入快速上行通道，现在恰是有实力房企囤资产的好时候。因此，此次集中供地，杭州本土龙头滨江集团和绿城都选择了大肆扫货。在上午的线上报价环节，出手阔绰的滨江集团便以斩获10宗地块的成绩脱颖而出。这10宗地块中，有位于代表新杭州未来发展的未来科技城138号，
萧山区浦南未来社区地块，也不乏像庆隆小河单元、彩河、崔苑这样位于老杭州核心位置的地块。下午线下一次性报价中，滨江集团仍然是积极出价的房企之一，多宗地块均有其身影。最后，萧山区奥体博览中心地块被其收入囊中，成交价12.7亿。至此，滨江集团在此轮集中供地中，共计拿下11宗地块，拿地总额184亿。绿城的战场则主要集中在下午的线下一次性报价环节。在上午仅获得1宗地块的情况下，绿城在下午的摇号中拉满幸运值，3度与滨江集团、万科共同竞争，都成功击败对手，成为幸运儿。最终，绿城通过摇号获得6宗地块，整场土拍共获得7宗地块，总耗资146.2亿，仅次于滨江集团。紧跟其后的是闽系房企建发。此次土拍中，其共计拿下2宗地块，全部位于上城区。但就是为了拿下这2宗地块，建发毫不手软，砸下81.2亿，成为继滨江集团和绿城之后出资第3高的房企。除了上述房企之外，去年频繁出现在杭州土地市场的这系本土小房企众安，和大家又一次出现在土地市场，分别获得5宗地块和3宗地块。其中，大家的总拿地金额达到60亿。是杭州本轮集中供地中拿地金额 TOP 5房企中唯一一家规模不足1000亿的房企。这边拍得轰轰烈烈，另一边售房却成交量越来越低。各地楼市调控不断的放松，真真假假的消息什么都有，并且各地都出现维权新房楼盘，究其本质原因还是当下房价不涨。如果说房价上涨的话，那么这些新房楼盘的一些问题，比如说什么瓷砖起包、小区绿化缩水、大门变小等等的，这些问题都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反正只要房价能上涨，以后卖房的时候赚一笔就行了。可是如果说房价不能上涨的话，又是在进入到了淡季或者是降温的时候，这些平时不是重要的缺点瑕疵，就有可能导致这个房子卖出去的价格再创新低，很难卖。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只要房价不涨，去新房楼盘维权的人就那么多。而房价上涨的时候，根本都看不到几个去维权的。杭州楼市从2月中下旬以来，铺天盖地关于利率下调的消息，从首套5.65%，二套5.85%到3月初首套5.6%，二套5.7%，再到4月上旬首套5.0%，二套5.25%等等，并且从去年5月到8月，杭州房贷利率6连涨。在这之前，杭州利率基本是首套5.2%，二套5.4%，也就是说，杭州房贷利率已经回到去年同期。而事实上，现在的杭州楼市就是一个存量时代，没有那么多增量吃了，连那几个1线城市都快保不住增量了，下面的那些2线城市就更惨了。据不完全统计显示，2022年至今，已有包括郑州、哈尔滨、福州、兰州、昆明、南宁、南京、银川等在内的8个省会城市出台了楼市放松政策，预计后面还会有更多的城市加入到放松调控里面来。而今年2套房的贷款比例肯定还会继续下降，房贷利率也还会继续下降，楼市又不能倒，肯定会有很多城市都会放松的。其实房价跌一跌，对年轻人的好处是非常多，只是说房价跌一些，对那些上年龄的中产有些不太好而已。因为房价只要一跌，先不说人家年轻人买不买房，就光说这个房价下跌后引起的房租下跌，就缓解年轻人很大难处了。年轻人买不起房的话，他们必然要租房的，房价一跌，房租就会跟着下跌了。就像1线城市的深圳房价从2021年开始下跌，深圳的房租就从2021年一直跌到现在都没有止跌。还有像是2线城市的西安，西安房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不景气，今年小阳春也不行，西安的大量二手房卖不出去，今年房租比去年上半年那会也跌了不少。而房价和房租下跌时的逻辑完全不同，房价下跌的时候是老破小、改善房，或者可以理解为小户型的房子，房价下跌比较多，改善房还是比较稳。但是房租下跌的时候是面积越大的房子，像是那种3室、4室房租下跌的会很明显，其他的户型也会跌，但是没有大户型跌的那么多。
现在不是想不想保房价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保得住的问题。如果房价真的可以永远涨，没有任何规律限制的话，那么房价一直涨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关键房价上涨的背后，代表着是债务快速增加，这个债务会叠加到房价上涨以后所有要买房的人，不管你是之前有房还是没有房，只要你继续买房，房价上涨后的债务都会由你来背负。因此，现在不管要不要入市买房，都应该谨慎考虑，别成了资本家手底下是韭菜，任人宰割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，欢迎订阅并分享，我们下期见。